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大列车强盗》。这款游戏可以说是上古遗物了，出品于1986年，是科乐美的作品。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恐怕都已经年近40了吧。游戏的开场，咱们可以选择3种武器，分别是枪、鞭子还有拳头。我这次选择的就是拳头，它的好处是把敌方击飞出去之后，能够把后面的敌人撞倒，但是攻击的范围比较近，不大符合我的人设呀。刚才我使用了油灯，游戏当中可以捡到3种辅助的武器，都是有数量限制的。捡到之后，你的人物会闪烁，代表还有存活。如果都放光了，人物的闪烁状态就会消失。除了油灯之外，还能够捡到套索和炸弹。一般来说，我都会留到 BOSS 战的位置再使用。游戏的操作键一共是3个，分别是攻击键、下蹲键，还有副武器键。作为一款1986年的游戏，做3个操作键还是比较罕见的。一般那个年代的游戏都是2个操作键，一个跳跃，一个攻击。下蹲能够躲过敌方大部分的攻击。本作的战场一共有3条线，上中下。主人公可以跨线进行攻击。敌人方面，除了煤油灯和炮弹之外，很少能够有攻击方式可以打到其他线上的主人公，这也是咱们唯一的优势了。游戏当中没有血量的概念，被击中一下之后就会挂掉，甚至不用被击中，被敌方任意的敌人碰到也会扑街。游戏的节奏也比较快，难度主要就来源于这个方面。敌人攒的多了，我再往出扔炸弹。守一个角落。路上有人向我发射炮弹，但是这关已经过了。大家注意屏幕右上角，关卡的数量写着1-3，这里的1代表是1周目，每个周目由5个小关卡组成。这些小关卡长得都一样，不过周目越多，难度也就越高。我之前看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他能够打8周目，我实在是很佩服啊。游戏打1个周目需要的时间大概是8到12分钟，每个小的关卡本身也是限时的，所以也不能拖太久。另外，每次周末重新开始的时候，咱们有重新选择武器的机会。选择武器的时候并不完全是手动的，游戏的光标在3种武器当中不停地移动，你需要掌握好时机。
敌方的子弹、套索还有匕首都是比较好躲的，蹲下就可以。但是油灯、炮弹就很难处理。跨线也可以攻击到咱们。我现在捡到了套索，好像3种特殊的武器只有套索没给大家演示了。一会儿打 BOSS 也有机会。我感觉下面有油灯守着，不太好过，所以我选择了上路。这里我先走到了下面这条线，然后再跳下来，因为敌方是处于中间那条线。这种 BOSS 战比较有难度的就是敌方有大量可以扔煤油灯的敌人。其他的配置还好，咱们守一个角落就可以。关键是咱们不用把所有的敌人都击倒，他们从版面上跑过去就算是结束。每个周目的5个关卡里边，比较严格来说，只有1场 BOSS 战，就是第5关。8成秃鹫这个敌人真的比较讨厌，再加上列车上方的炮台，下方的马车，这些人都无法处理，起码咱们无法非常有效的攻击到他们。这个地方等了一下，对面直接用油灯封梯子，幸亏我身上也是有油灯的。换成了套索。武器方面我利用的不是很充分，背板熟练的话，在捡到下一个副武器之前，一定要把之前的用干净。第4关的 BOSS 战我感觉难度很高，对面拿油灯的敌人非常多。这里躲避有一个技巧，咱们先顶在最前面，敌方会向咱们身后扔一个，然后再向你脚下扔一个，所以每波敌人躲1次就可以。感觉场面太混乱了，就放一发套索，救一下场。游戏的剧情非常简单，就是一群强盗劫持了大西洋公司的列车，主人公作为一个西部牛仔，不管闲事儿就浑身难受。这地方我留一发套索好了呀。第5关开场就交了，有点着急。手里有鞭子的话，也可以利用一下游戏的 bug。咱们在屏幕的最左侧进行攻击，可以攻击到屏幕最右侧的敌人。听起来非常神奇啊！很多场面敌人看起来非常多，很唬人。但实际上，位于咱们这条线上的敌人没几个。车厢中间连接的位置只能从中间过。
有些时候需要手下口。这款游戏我没有进行统计，但我也觉得这个列车的长度过长了吧？感觉至少有100多节。一个车头是怎样带动的？这里走上路吧。下面扔滚雷的敌人太多了。如果在一般的位置还好处理，问题是他守着口啊，通道比较窄。下面有一个钱袋儿。捡到了炸弹，这个道具我要留到最终 BOSS 战了。不过最终 BOSS 也不难，可以使用拳头封住。终于看见火车头了呀！咱们离得稍远，下蹲，使用猴子偷桃就可以。这种 BOSS 也比较厉害啊，他这么多飞刀藏在哪儿啊？感觉手伸到屁股后面就有。打完之后，主人公只救走了妹子，说明这个家伙也是比较务实啊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大列车强盗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